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教你如何辨别食用油的质量。只需一张餐巾纸，就能轻松判断油的好坏。大家快来跟着视频一起学习吧。说到食用油，大家都很熟悉，这是一种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食品，无论是煎、炒、炖、煮还是炸，我们都会用到它。不过当我们走进超市时，会发现食用油的种类繁多，不同品牌和种类的油价格差异也很大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很多朋友可能会感到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挑选。其实要判断一种油的质量是否优良，我们只需一张餐巾纸，就能轻松鉴别它的好坏。方法一，我们买回家的食用油倒出来后，可以通过闻一闻来判断油的质量，注意是否有异味，比如臭焦、臭酸或者其他浓烈的味道。如果闻到的是一股清香的食用油味，那么说明这个油的品质较好。如果我们的嗅觉不灵敏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首先准备一根筷子，将其涂抹上食用油，然后把筷子在手心上轻轻擦拭，然后我们双手用力的搓，把我们的手心搓热了之后，再来闻一闻这个油的味道。如果只是有清香的油香味的话，那说明这是优质的食用油。如果闻到刺鼻或异样的气味，那就表明这个食用油可能是劣质的。方法二，看一下油的颜色。我们平时去超市里面买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注意到油的颜色差异。有些油呈现较深的颜色，比如我手上的这瓶，而另一些食用油则显得颜色较浅。许多人可能会误以为颜色越浅的油就越优质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食用油的颜色各不相同，不仅和它加工的程度有所关联，并且也和这个油的品种有关系。例如市面上常见的油有花生油、橄榄油、玉米油，还有就是我手上现在拎的菜籽油。顾名思义，菜籽油是由油菜籽榨取而成。一般来说，菜籽油的颜色相较于其他油会稍微深一些，因此我们单单从油的颜色上面来区分，是区分不出油的优劣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油里面是否有杂质，还有就是这个油是否清澈。对于同一品种和同一等级的油，从颜色上看，它们应该没有太大区别。如果同一品种、同一等级的油在颜色上有明显差异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。这时我们要仔细观察油中是否存在杂质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一下桶的底部是否有一些沉淀物。如果没有沉淀物，那么这个油通常是比较优质的。反之，如果油中存在一些杂质，或者是底部有一些沉淀物，那么这样的油通常被认为是劣质油，不建议大家购买。通过这一点，我们可以轻松的挑选植物油。我们就算是不开包装，这一方法特别适合在超市或粮油市场挑选食用油时使用。方法三，就是用一张纸巾来检测。在判断食用油的品质时，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方法。首先将油倒入一个碗中，然后取一张纸巾，把这个纸巾卷起来，把它卷成像一根香烟一样。接着将纸巾浸入这个食用油里边，让纸巾浸湿食用油。我们再拿来一个不锈钢盆，这是为了安全起见，然后使用打火机点燃纸巾。如果纸巾能够很容易点燃，并且燃烧时没有发出异响，说明该油的品质较好，且没有杂质。相反，如果纸巾很难点燃，或者燃烧时发出刺鼻的异响，这可能表明所使用的是劣质食用油。如果在燃烧过程中，纸巾发出呲呲擦擦或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这表明食用油中可能掺有水分或其他劣质成分。此外，如果燃烧时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异味的话，这也是劣质食用油的一个明显特征。优质的食用油通常只会散发出淡淡的油香味。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，
我将多张浸湿了食用油的纸巾点燃，结果它们完全燃烧干净，没有留下任何残留，并且在烧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异味，也没有任何的响声发出，说明我们的食用油呢品质很好，是优质的好油。如果是我们烧的时候烧不燃，或者是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并且还伴随着很难闻的异味的话，那样的食用油家里有的就别再吃了。方法4，我们可以通过味道来辨别食用油的质量。首先准备一根筷子，蘸取一点点的食用油，然后放在嘴里品尝。优质的食用油不会有涩味、苦味或焦臭味，如果发现味道异常，那很可能是劣质食用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购买哦。除了以上几点，我们在挑选油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仔细查看其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。无论选择哪种油，这些信息都不可忽视。首先，我们要买配料表，自己所要选购的品种，尤其要注意其加工工艺。像我们一般买食用油，都最好是买加工工艺为压榨型的。了解食用油的朋友都知道，一般食用油有2种加工工艺，一种是这种物理压榨，一种是进出。当你看到包装上标注为进出的油时，建议不要购买，务必选择标明压榨的产品。此外，检查生产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确保所购油品在保质期内，这样可以保证油的质量和安全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之前教大家挑选食用油的方法，挑出来的都是优质的好油。关于辨别优质好油的方法，你还知道哪些呢？最后分享一个过期食用油的小技巧。食用油的保质期相对较长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时还是会不小心食用过期的油。为了提高安全性，过期的食用油应谨慎使用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利用过期食用油的小技巧。首先，家中一些不好开的锁或轴承类的物品，可以滴几滴过期的食用油，这不仅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，尤其对于生锈的部件更为有效。此外，还可以将过期的食用油涂抹在容易生锈的铁制品表面，以防止生锈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不仅可以避免浪费，还能有效的利用这些过期的食用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